本期第3位，请欣赏欧洲棋手天马行空的创新思路。那首届欧洲围棋大满贯赛是目前为止呢全欧规格最高的一项赛事。那参赛这个名单呢，只能是全欧洲等级分最高的前12名棋手才可以参加。那这个可以说啊，而且他这个比赛的冠军奖金呢是高达1万欧元。可以说，在中日韩三国围棋三国的这个播种下呢，欧洲围棋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那本局是直黑的新初段马特乌斯·苏尔玛与直白的这个迪纳斯塔因之间的对局。那我们看这个布局，刚刚没多少手棋。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将目光聚集在下边这个定型呢，定式可以说是并不少见。那如果要是有一些比较性子比较急的这个棋手可能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呢，2路飞跟黑棋党交换掉，在这个局部呢争先手，然后就去脱先插头了。那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文艺青年我们看他们也有可能会选择这个单2路跳。那这步棋呢跟这个飞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就在于这步跳呢，局部将落一个后手，但是效果呢肯定是要比飞完党这个效果要好不少。所以说这个跳呢有这个后中先的这个味道。那显然黑棋这个脱先我们看不管是走在什么地方。那右下角呢以后白棋可以定型成这样，2点，那黑棋顶，白棋长，黑棋再顶。黑棋这2步棋呢可以确保这个局不进活，但是白棋呢同样收束的非常愉快，挤后一挤，这个地方非常的厚实。而且呢，黑棋一路扳后，这个角里面呢，以后还是要遭到搜刮这一力，可以说里面是没有什么目数。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局部呢，白棋将落后手。那基本上这个右下这个定型呢，基本就是这个2路飞跟2路跳这2种。但是呢，这个时候直白的这个欧洲老牌枪手迪纳斯塔因呢，却下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新手。我们看。哇，直接点在2，这步棋您是不是有惊呆了的感觉呢？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过，因为这步棋看起来你没有这个子，你就直接点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潇洒了。这步棋，那我还是先从这个技术角度来为大家来点评一下这步棋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在这个欧洲大满贯赛上这么重要的赛事中，能下出这步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新手呢，我觉得这份勇气已经值得我们大家赞赏。这步顶呢，我理解是这个意思。首先，我不怕你在这种地方飞，因为你要飞的话呢，我就靠这个地方我毕竟还是有个子，所以说你这种搬出的这个反击呢，我是并不担心。而你如果要是一旦出不了头的话，你可能把我越装越后，那我这个点呢，你随时还是给照顾一下。那如果要是你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局部你就跟着我应一个。那我相信，他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个2路跳，那现在就跟刚才这个单跳有区别了，因为这个时候点你是顶在这里，如果你一旦不应的话，那显然我一长后一挤长后2路一扳，这个地方呢你是这个局部静死，局部反正是不是静死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劫，对于黑棋来说。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黑棋可能还只有再继续2虎补一个。那我这个效果呢，说不定比这个飞是要好，这个是它的意思。那如果你要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那这个白棋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个2路飞，那我们看这个味道是不是就出来了？如果你要还是选择在这里团的话，那显然我这2个交换是大大的得利因为以后你要再点，我肯定是要顶在这里这个地方，对不对？那看起来这个点呢，还真的是挺有趣味性的。而实战中呢，这个看到这步棋，马特乌斯略作考虑，也是选择一个比较平稳的下法，黑棋尖，白棋靠住，黑棋再画一手棋顶住。那这样就相当于白棋还是通过这个跳的手法呢，成功的获得了先手。那这个定型的结果，我们先不说它怎么样，这可能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到底比这个飞好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好不好，还真的很难讲。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形状呢，可以说是给这个棋界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新型吧。我觉得是，至少这种精神我是非常的赞赏。
而在棘手棋之后呢，这个迪纳斯塔因呢是再显才华，他在右下啊先争到先手，然后这个地方拖，搬退后，先在这里拆回。而黑棋顶的时候，我们看左上，如果白棋要是长的话，那黑棋显然是一跳。这样呢，白棋这两子我们看虽然出逃，但是非常的重。而黑棋一旦是通过这个攻击啊，顺势进入白棋右边的阵势呢，我们看白棋这个可能右边这个后势啊，这个效率将大打折扣。那实战中呢，在这里迪纳斯塔因又给我们下出了一步颇具大师风范的一步好手。此时他没有选择这个笨拙在这里长，而是直接掉在了这个地方。啊，这步棋真的是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像是一步好手的。因为它的意图呢，其实我们稍微品一品就品出它的妙味了。如果你要是跟着我上面飞，那有了这两个交换，它再从这里长出，那这个效果显然是跟之前被你跳起就不一样。我这个交换呢，可以说有效的避免了你这个绝好点，而之后呢，你这个下一步棋这个靠后点啊，还是成为了一个弱点。以后白棋可以根据这个棋局发展的一个进程呢，随时考虑下出这一手。那实战中，这个面对这一调，马特乌斯选的这个虎，然后白棋完全看清左边，将重心放在了上边，在这里靠下。那可以说这两步棋，我觉得是在思路上非常的有突破性，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您看完这个迪纳斯塔因这个221点跟这个上边这一凌空一吊啊，有没有这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虽然欧洲棋手他的这个基本功是他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它各有利弊。虽然基本功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它反而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啊，反而更容易在这个棋盘上呢更加自由的翱翔。那这两步棋呢，可以说是也体现了欧洲棋手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创新思路。我相信创新将是欧洲棋手迅速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